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另外一种假设检验方法的应用。在上一讲里，我们介绍了半波整流，在这一讲里，我们介绍另外一种整流，它的名称叫做全桥整流电路。为什么叫全桥呢？是由于电源和4个二极管一起构成了一个桥式电路。关于桥式电路，我们在此前有过很多的讨论。下面我们来分析这个电路。根据我们在第41讲介绍的内容，如果这个电路包括4个非线性元件，每一个元件都有2个工作阶段的话，整个电路就有2的4次方等于16种工作情况。我们逐一讨论这16种工作情况太复杂了，在这里我们给大家介绍一种针对于包含二极管电路的特殊分析方法，我们管它叫做电流流向假设法。这也巧妙地利用了假设检验的思想。在整个这一道题的分析里，我们均假设这4个二极管是理想二极管，也就是说导通的时候是理想导线，关断的时候是理想的开路。那我们现在来观察所谓的电流流向假设法，就是假设某一个电流能够从某一个二极管流通，看这个电流究竟能怎样流动。我们看，假设有一个电流能够这样流动，因为对于第一来讲，只有可能有这个方向的电流，流到这里了以后是不能往下流的，因为第二不能够承受反向的电流，必须这样流。这个电流流到这里以后有2种可能，一种可能向上，一种可能在这儿向上。那么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是这样，这就构成了一个闭合回路，不可能存在着一个由纯电阻构成的闭合回路还有电流的存在。那么现在唯一的可能是从这儿流上来，那么类似的，它也不能再往上流，否则就会构成了一个由纯电阻构成的闭合回路有电流，因此这个电流就必须要这么流。大家看，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闭合电流回路。那么要想形成这样一个闭合电流回路，就需要这个有一个正的电流值。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是一个正的电流值呢？ I 是等于 A 乘以 sin 欧米伽 t 比上 r 的，这个值需要大于0，在 A 值、R 值都大于0的情况下，只需要 sin 欧米伽 t 是大于0的。那么我们把电源信号和负载上的电压信号都来画一下。那么在 sin 欧米伽 t 大于0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短路线，这是短路线 ，U 是等于 US 的，就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分析另外一种情况。刚才的假设是第一上面流通一个正向的电流，导致第4必然流通一个正向的电流。现在我们假设第2上面流通一个正向的电流，跟刚才类似的，它不能往左流，因为这个时候第1就要流反向电流了，这是不行的，因此必须往这边流，这个电流还要大于0，它要这样流过这个电阻。类似的，它不能往上流，否则就会构成一个闭合的仅包含电阻有正向电流的电路，因此需要从这儿有一个第3有一个正向的电流。类似的，它不能再往上流，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同样包含了这样一个闭合的电路，所以必然就构成了这样一个回路，这个电流是需要大于0的。我们现在来观察一下，这个时候的负载上的电压是反向的加在了电源的电压之上，于是 I 是等于负的 A sin 欧米伽 t 比上 r 需要大于0，因此它的条件是 sin 欧米伽 t 小于0的。大家请看，这一点非常美妙。我们前面讲过了，半波整流的劣处是在于电源为正的时候可以给负载提供能量或者信号，但是电源为负的时候，负载上的电压为0。但是在桥式整流的时候，电源信号为负的时候，
负载上同样可以获得正值的电压，也就是说，负载上的电压波形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我们接下来用一个仿真和一个实验来验证这里的分析。我们通过仿真来验证全桥整流电路的功能。图中4个二极管为桥式连接，输入端接时幅有效值50赫兹正弦波电压源，输出端接负载电阻 R1， 将输入信号接到示波器的 A 通道，用蓝色线表示。负载电阻两端输出电压接到示波器 B 通道，用红色线表示。由于双通道的输入地隔离 ，B 通道的输入地并不是电源地。打开示波器，点运行，暂停。蓝色的输入信号是标准的正弦波，在正半周，红色的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基本吻合；在负半周，输出信号是输入信号的反转，输出信号是连续的波动的直流信号，实现了全波整流功能。现在我们做一个二极管构成的全桥整流实验，它可以将交流变为直流。这是电路，输入为交流电压，输出是电阻两端的电压，经运算放大器隔离。用示波器分别观察不接入平滑电容和接入平滑电容两种情况下输入和输出电压的波形，通过开关来控制。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不接平滑电容的输入和输出电压波形。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输出是有较大脉动的直流。现在接入平滑电容，可以看到这时输出的波形较为平滑，是较为理想的直流。